小鱼，这布料也太省了，我可不敢穿。这要是让老爷看见，还不得羞死？母亲，你和老庄才30来岁，再这么相敬如宾下去，这相府就该改叫尼姑庵了。太医都说他身体调理好了，你得主动点儿。老庄，这可是纯正香料，为了你们的幸福生活，我可是操碎了心。不应该啊，咋还是起了个大早，没个笑模样？母亲，是不是老庄根本不行？你这孩子别胡说，你穿成那样，他都无动于衷。我没穿那是什么呀？我可不好意思穿。不会吧，都10几年夫妻了，还不好意思？你别告诉我你们从来没有白天恩爱过。没有。不是吧，母亲，你是怎么受得了那么无趣的老庄啊？小鱼妹妹，今天大新闻，我终于与魏莹退婚了。哦，你这木鱼脑袋也有人嫌弃。不过父皇已经下旨，把她赐给三皇帝了，哈哈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赐婚给慕容玄，若是慕容玄有魏家支持，你这太子梦可就白做了。不可能，父皇不会同意他做太子。那到时候就不是他说了算。哎，小鱼妹妹，三皇帝已经有王妃了，以后应该不会来相府了吧？谁说我不来了？我以后天天来，免得有人在姐姐面前嚼舌根。谁嚼你的舌根了？父皇不是已经下旨了吗？魏小姐爱了你5、6年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他下旨我就得接吗？我要娶谁我自己说了算，谁也别想管控我的人生。三皇帝，你竟敢抗旨，不怕父皇治罪？治罪？大不了继续让人杀我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父皇怎么可能杀你？你以为你的好父皇是个什么好东西？不就是塞给你个魏莹吗？至于气成这样？庄小鱼，你听说我被赐婚，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还有没有心？你怎么跟姐说话呢？找抽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不该吼你。慕容家没有一个正常的，都是神经病，都滚出去，别烦我。姐姐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这是那个三军勇帅，目中无人，傲视天下的三皇帝。姐姐，这个逆子竟然真敢与朕翻脸！不想娶魏莹也没关系，但坚决不能娶庄小玉。若是让这2个东西搞到一块儿，还不得直接掀了朕的龙椅？这就是那个被玄王拒婚的魏家小姐。哎呦，上赶着倒贴都没人要，宁可抗旨都不娶她，真是丢死人了！凭什么？我魏莹家世显赫，容貌无双，为什么连那粗鄙的乡野丫头都比不过？魏小姐似乎受了不小的打击。你是谁？给我滚开！小姐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不借，让开。此事关系到玄王爷，或许还能帮你找回失去的颜面。魏小姐，请。长姐，他们好过分，外面全都在说你的坏话。功课做完了？做完了。做完了就练功去。可是长姐他们不知道原因就乱说，说你是疯子，是条颠鱼。那些事儿本来就是我干的，他们又没说错。长姐，你都不生气吗？既然知道我颠，以后应该就没人敢惹我了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有这闲工夫生气，不如去练功。长姐教训的是，阿寻这就去练功。姐姐，当初是你说要罩着我的，我把皇上得罪了，他随时会派人杀我，你可要保护我。放心，他要是再对你动手，我就让他给你腾位置，你来做皇帝。姐姐对我真好，阿玄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了。行吧，姐姐准了。不过要是你敢跟其他女人有纠缠，姐就打断你的腿。姐姐放心，阿玄永远是你一个人的，生生世世都不变。姐姐，二皇子叫人送了信过来。哟，慕容泽办事效率越来越高了啊，这么快就查出了夏家的猫腻。走，叫上阿寻，我们去要账。那不是殷王府的世子吗？他怎么会从那里出来？年纪看着不大就会泡妞了，前程似锦啊！阿寻听姐的话，咱可不能早恋啊。长姐，早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到20岁不能和女孩交往，懂不？若是让姐知道你和女孩子勾搭，姐就打断你的腿。阿寻不敢。姐姐，我呢？你到18岁以后才能找婆家。哦，有情况？姐姐，我就是问问，婉儿不敢乱来。老庄品德高尚，儿女应该不会风流花心。对了，老庄到底造人成没成功啊？你是不是和玄王爷私定终身了？是啊，你不是对他很满意吗？他为何不来提亲？不着急成婚，提什么亲？你都已经19了，早该出阁。玄王府又偏僻又小，我不想住那儿。这丫头莫不是被骗了？玄王再穷也不至于养不起媳妇吧？看来我得赶紧清算一下家底，多备些陪嫁了。肯定是小鱼姐姐想我了。建议。哎，王爷，你看这个宅子，庄户姐肯定喜欢，又大又亮堂。姐姐，院子我已经看了几个，姐姐有没有时间瞧瞧？没时间，参加完魏太傅的寿宴再说吧。姐姐要去参加吗？那我陪你一起去。魏莹对你一往情深，不怕见了尴尬呀？我根本不认识她，尴尬什么？说的也是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他。玄王爷不是拒了魏家的婚事吗？怎么还亲自来贺寿？还牵着庄家那个女煞星，
这分明是来给魏家上眼药的吧？庄大小姐，好久不见，你们能来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哦，很荣幸你能高兴。快来，我给你介绍几个姐妹认识。这是吴小姐，父亲在江南为官；这位是刘小姐，是刘尚书的侄女，也是年前才来的。然而早就听说庄大小姐之名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荣幸之至。是吗？我还挺有名气的嘛。听说庄大小姐身手不凡，打起人来毫不留情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一点儿也不假。庄大小姐果然直爽，然而佩服。不用佩服，你也可以。有人欺负你头上了，不揍他难道留着过年？姐姐，魏小姐刚才一直盯咱们这边看，哪里不对？那眼神很不对劲儿。这妹妹胆子虽然小，可眼睛却不瞎，关键时刻还真能派上用场。这不是寻常脂粉味，软筋散，还加了料，下的还挺大方。庄大小姐，今日祖父寿宴招待不周，还请别见怪。魏小姐亲自倒酒，面子够大呀。我这人命硬，酒品差，喝多了容易掀桌子。你确定要劝？既然如此，就不勉强了。香从他身上来，药从酒里来。看来今晚不只是想让我喝醉这么简单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等什么？等他下一招。王爷，几位皇子在前头走位，出了点岔子，请您务必过去一趟。庄大小姐，太傅夫人备了几样点心，想请您移步后院说话。这是刻意要将我们两人分开啊，有意思。不去。王爷，几位皇子都在前头，奴才不敢乱传话呀。行啊，我去看看点心。姐姐，放心，我这个人不挑食，也不挑打。婉儿，桌上的东西什么都别碰，尤其是茶和酒。姐姐小心。庄大小姐，哎呦，我这头怎么这么晕啊，还浑身无力啊！哎，快去告诉魏莹，我已经中招了。出来吧，藏得不累。刀客。行，这才像点正事。出来吧，藏得不累。哟，这三个人配合的不错嘛。又来。药效发作了，刚才那一瞬间吸进去的。他撑不住了，等的就是你们一起上。人多欺负人少，挺有出息。这些人不是魏府普通护卫。哼，庄小鱼，你不是挺能打吗？中了软筋3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你又是谁？你杀了我的兄弟，今日我就替他报仇。你的兄弟是谁啊？我都要死了，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呗。好，我让你死个明白。那日孙玉兰诱你去破庙，你把他们都杀了，你这个毒妇！哦，那个杀手头子是你的兄弟啊？那你又是？我乃暗香阁阁主崔明。哦，催命啊！知道了，先别催，稍等一会儿。哼，今日你和慕容玄一个也别想全身而退。你们把他引去哪里了？死到临头还惦记别人，看来你也不知道。那就好。你说什么？说明他还没落进你们手里。去死吧！软筋散是吧？胜券在握是吧？想回我，还想拖住慕容玄？你明明中了药。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绝对实力。最后问你一次，谁让你来的？不说。还想翻盘？
都这样了还藏毒针，真是敬业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庄大小姐，您还好吧？我好得很，倒是你家王爷不太好。这东西和软筋散不是一路货，还带着一股腥味。他身上至少有2种药。2种？软筋散只是让我和他失去力气，这个东西才是冲着他来的。慕容玄，王爷，别过来！王爷，属下带人护送您回府。不行，为何？他也中了药。我还没死呢，你先管好你自己。王爷，方才属下带人冲进来时，拦路的刺客已经全部服毒自尽，恐怕他们就是算准了今晚没人能留下活口。所以说崔明就是唯一的活口。不好意思，可惜姐下手重了点儿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没有，没有。有意见也没用。这药够狠啊，烫得吓人。别碰我！你现在还挺有骨气。简易，送他走。送我走，然后你自己在这儿熬死。庄小木，别胡闹！你怕伤我？你现在连看我都不敢看，还敢说没事？我控制不了。那就别控制。庄大小姐，你闭嘴！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把我送走，是找个能让你撑过去的办法。我不能拿你赌。姐什么时候怕过赌？庄大小姐，属下去找大夫。找什么大夫？等你把人抓来，你家王爷都能把自己憋成木头。你现在最好给我撑住，因为我还没问出是谁敢动我的人。慕容玄，人家这局摆得明明白白，要么回你，要么回我，要么让我们2个互相膈应一辈子。你要真让我走，才是顺了他们的意。可是我怕伤了你。看什么啊？我亲都亲了，负责。别人下药想羞辱你，我偏不让他们得赚。你要是觉得吃亏，清醒之后我让你亲回来。你不后悔？我庄小鱼做事什么时候后悔了？再说了，你长得也不亏，撑着点，今晚这账我记下了。好，看来有用。小鱼姐姐，清醒了？认得我是谁？我的人。还没完全醒。小鱼姐姐，你还要面多久？属下什么都没看见，也什么都没听见。我问你看见什么了吗？剑一，去把他身上搜一遍。是。有意思，这回不用猜了。魏莹最好祈祷这东西不是他给的，把崔明的尸体带走，留着当铁证。那根毒针也收好。王爷，庄大小姐，这是要……你怀疑魏莹？不是怀疑，寿宴是魏府办的，香是他们的，刺客也是从后院出来的。魏莹若敢说自己干干净净，我就把崔明从地底下拖出来，再问一遍。那今晚走，先回去。去哪儿？回王府。你这副样子还想去哪儿？真等妖精把你折腾死。本来今晚要去补点料，还想早点回家呢，结果魏府非要给我添晦气。天亮之后，我要让魏家给个满意的交代。对了，爹，你今天上朝的时候，魏太傅有没有找你说什么？暂时没有。那就好。他要是现在就找你赔礼道歉，你还得夹在中间为难。毕竟一个是同朝为官的魏太傅，一个是你这个不太省心。你知道自己不省心？知道啊，所以我才提前问问，免得我一会儿打上门去，你在朝堂上还得替人家圆场。姐姐，他们欺负你了吗？张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什么？读你的书，练你的功。魏家那点事儿，还用不着你一个孩子冲在前头。我不是孩子了，在我这儿就是。等你哪天能把我打趴下，再跟我争这个。你打算怎么处理魏莹？你一个人？不然呢？带着你去。相爷亲自上门，阵仗太大，魏家还以为我来抄家。魏莹做了什么？他想毁我，也想毁慕容玄。崔明不过是他递出来的一把刀。张姐，我还是跟你去。你有证据？有些账不一定非得摆到公堂上算。他敢做，就该知道我会找他。爹，你要是怕为难，我可以当没问过。胡说！我庄先在朝堂为官，讲的是礼法，不是和稀泥。魏家若先来赔礼，那也是他们心虚。你去讨一个说法，也不是无理取闹。小鱼，母亲不拦你，可你要小心些，别伤着自己。姐姐，你一定要让他知道疼。放心，我最惜命，也最爱银子，该讨的我一样都不会少。去吧。相府是我身后有人站着的地方，这次我不是孤身去闹事。
去告诉魏莹，滚出来见我。庄大小姐，这我的话听不懂吗？小姐，不好了，庄大小姐打上门来了，她知道了，她一定知道了，她不是来问罪，她是来要命的。庄大小姐，这般闯入魏家，未免太过无礼。无礼！你们魏家给慕容玄下药，害我差点被人算计，还敢跟我讲理？庄大小姐慎言，小女无知，哪里敢做这种事？敢不敢？让魏莹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魏莹，你说说，寿宴上的药是谁放的？庄小女，你安敢如此？叫那么大声做什么？他敢在暗处害人，我就在明处打他。有本事你们去告我！我只是喜欢慕容玄，我只是想让他看我一眼，我没想害。没想害我？那崔明怎么会在那里？拿慕容玄做法子，魏莹，你配吗？你嫉妒我，可以冲我来，但你用下三滥的手段，就得承受代价。人我打了，账还没算。慕容玄受辱，我差点出事，魏家教女无方赔银70万两。70万两，庄小雨，你这是抢！70万两，庄小雨，你这是抢！你们可以不给，我今日就把拖到街上，让全京城都听见。我不要去街上。银票在此。除了银子，写协议，魏家赔我70万两。从今日起，魏莹不得再出现在我和慕容玄面前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非得挨打，银货两算，我不再亲自纠缠魏莹。今早外头传得沸沸扬扬，魏家一个旁支子弟被苦主告上衙门。紧接着，魏家名下的一艘商专夫扣入，说是丈夫。不是我干的，我也没说是你。你刚才眼神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昨天只拿了银子，抽了魏莹，签了协议，别的可一根手指头都没闪。确定？当然确定。那就好。我还以为你昨晚连魏家的祖坟都给刨了。老爷，这是合理怀疑。魏家刚赔了银子，今日就接连出事，确实不像巧合。不是巧合，也不是我，那就有意思了。你又去哪儿？去找慕容玄。你昨日才把魏家闹成那样，如今再去玄王府，外头又要传闲话。让他们传，反正他们嘴闲着也是闲着。银子数清了，清了。魏家旁支和商船是你动的手？70万两，没少。没少。我问的不是这个。那就好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听见了。那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心虚？本王为什么要心虚？你背着我收拾魏家。本王又没动你那70万两。重点是这个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，但我昨天已经拿了70万两，也答应不再亲自纠缠魏莹。你现在这么一查，魏家会不会以为我说话不算数？你答应的是不再亲自纠缠魏莹，不是替魏家上下遮住。所以你这是替我出气？不是。那你查魏家干什么？顺手。顺手能把人家商船都扣了？嗯。那你这手够长的。以前没人敢告，如今口子开了，自然有人敢出声。商船账面亏空，早有人盯着。所以你先得罪？本王得罪的人还少吗？魏莹敢在寿宴上动手，魏家就别想拿70万两把所有账卯平。我还以为这事儿到我这里就完了。你算的是你受的委屈，本王算的是他们敢伸手的胆子。以前遇事我总是一个人扛，能打就打，打完算数。可他是在暗处替我斩草除根，替我补刀。那你打算把魏家全掀了？魏家根基深，逼到绝路反咬起来麻烦，该罚的罚，该赔的赔。没有沾手的人暂且不动。你还挺讲道理。不过，谢谢。知道就好。本王只是不滥杀，但谁给他铺路，谁帮他遮掩，谁想借此毁你和本王，本王都会查。行，明面上我已经收完，暗地里的你查。皇帝那边若是觉得你最近太闲，恐怕又要起坏心。你倒是想得远。没办法，老东西坏得很，不盯紧点儿，我怕他又给咱们找晦气。不错，张姐，我还能坚持。我知道。张姐不夸我了？夸了呀。她说不错，已经是最高评价了。真的？再动一下，加半个时间。小鱼妹妹，今日教点厉害的。你最近很闲，朝堂没事了？没事。那先把这个练会。这是什么绝世武功？扫地。我堂堂皇子，你让我扫地？那你想学什么？保命的。那就更得先扫地。那老东西一闲下来，倒霉的不是慕容玄就是庄家。练可以，哪天你父皇抽风，你跑得慢都容易挨刀。小鱼妹妹放心，我现在跑得可快了。大小姐，夫人身子不适，相爷已经请了太医。恭喜相爷，夫人这是喜脉。太医，你再说一遍。夫人确实是喜脉。好啊！太医，夫人这胎稳不稳？相爷放心，
只要夫人安心养胎。那以后府里谁敢吵到夫人，老夫先把他赶出去。这孩子还没出世，爹就开始护了。府中上下每人赏1个月6银，从父亲私库出。这种时候你也惦记银子？我这是替未出世的弟弟妹妹攒家底。恭喜岳父，恭喜岳母。谁是你岳父岳母？早晚的事儿。庄大小姐，席面已备好，可要先请夫人去暖阁歇着。去吧，炭火别太旺，茶水换温的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这是玄王府，慕容玄还没开口，他倒先做出主来了。你府里的人倒是懂事。以后也是你的府。我的？那我能改东西吗？能。能花你的银子吗？能。王爷，你就不怕他把王府搬空？他喜欢就好。完了，这女儿是彻底嫁不回来了。三皇帝乔迁，我来讨杯酒喝。小鱼妹妹如今在三皇帝府上，说话这么好使啊？怎么，你羡慕？羡慕，当然羡慕。我府里要是有个人替我做主，我也省心。你府里缺的是做主的人吗？你缺的是脑子。岳父岳母，不用惊讶，王府里是庄小蜜说了算。王爷这称呼是不是早了些？迟早的事。三皇帝，你这王爷当的……王爷，清风馆的江公子来拜访。让他进来吧，人多热闹。热闹？对啊。小鱼妹妹，你这女主人的架势拿捏得死死的。许久不见，庄大小姐倒是越发威风了。少来这套，你怎么跑这儿来？庄大小姐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哪样？看见麻烦自己就往前冲，那叫路见不平。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你今天来不会就是为了跟我叙旧吧？自然不是，一点小礼物。什么东西？先吃饭。玄王爷这是怕我送的东西有问题。本王只是觉得来凤人家做客，空手而来已经失礼，送什么东西倒不中。你吃醋就直说。听闻玄王爷乔迁新居，我与庄大小姐也算旧识，特来添份热闹。庄小鱼，何时这般熟了？庄大小姐帮过我大忙，我自然记着。你们男人说话能不能别阴阳怪气？眼睛瞪来瞪去，能瞪出银子吗？吃菜少看美人。你也知道她是美人。你要是不服，也可以长成那样。江鹤不是普通上人，他是西戎失落多年的皇太孙。然后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他查你是因为你母亲，你与他是亲表姐弟。我不认。庄小玉，别叫我，我娘都死多少年了，忽然冒出个表弟，还是西戎皇太孙，你们当我是傻子？哼！再说了，他长得那么招摇，跟我哪里像？你只看脸，不然看什么？你有这闲工夫，不如想想聘礼准备多少。没正事的玩意儿，成天查这个查那个。你很有钱吗？我查这些，是怕有人借你的身世做文章，怕你受到伤害。谁爱做谁做，反正我不认，我回相府了。这个江鹤送我的，你早就知道他和西戎有关，所以，我娘当年真的和西戎有关系。你不想卷入，可这风暴其实你能躲过的。呀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老庄在等我。没大没小，也不知道王爷怎么看上你的。他脑子不太好使，连带着眼神也不太好。这是你母亲的画像，为父拿来给你。你有我娘的画像，怎么不早拿出来？害得我都不知道我娘长什么样。你也从来没问过，成天没心没肺的，为父还以为你忘了自己还有个亲娘。怎么可能忘？我就是不爱矫情。你母亲当年是京城第一美人，温婉端庄，为父至今也想不明白，你到底随了谁，没有她的半分影子。那当然随你，脾气差，嘴还硬。他从不爱提自己的身世，那时候为父年轻，总以为只要人在身边就好。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不知道，江鹤若真与你母亲有关，我什么也不做。我娘嫁给你，生了我，她就是相府的人，什么西戎关我屁事。可若有人冲着这层身世来呢？那就打回去。爹，我娘除了这幅画像，还留下过别的东西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既然有人查我娘，那我总不能连她是谁都不知道吧？有什么？一只木匣，你娘去世之后，我便收起来了。现在呢？你把我娘的东西弄丢了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她只是暂时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这不就是丢了吗？你去哪儿？把相府翻一遍，总能找到。你可别把我书房也拆了。那要看你藏哪儿了。
婉儿妹妹今日真好看。二皇子，行了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我这是欣赏美。那你欣赏完了吗？还没有，我还没看够。庄小鱼，你看看人家婉儿妹妹，再看看你，明明一个爹生的，怎么差这么多？你说什么？本皇子夸婉儿妹妹呢，你别嫉妒。庄小鱼，本皇子可是二皇子，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二皇子怎么了？二皇子就能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妹妹？嘴不会说话，我替皇上教教你。我哪儿欺负她了？我夸她呢。夸人不会连我一起踩。重说。婉儿妹妹好看，庄小鱼也挺好看。庄大小姐天仙下凡，婉儿妹妹温柔可爱，行了吧？早这么说不就完了？大姐夫，你少喝些，姐姐不喜欢酒味。玄王爷，您这还真听王妃的话。有何不可？没什么，只是没想到传闻中冷面冷心的玄王竟也有怕的人。不是怕，是本王愿意听。嘿嘿，婉儿妹妹，你怎么只管三皇帝不管我？我也喝酒了。二皇子又不是我大姐夫。不过二皇子，你准备好聘礼了吗？那聘礼里有没有姐姐说的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黄金、玉器、宅子。等等，你们庄家女儿到底准备要多少东西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刚才问什么？帮姐姐问问。二皇子，您还是赶紧准备吧，正在准备，很快就准备好了。那就好。我姐姐说了，男子汉说话要算数，敢骗庄家的人，腿打断。好。嘿嘿。三皇帝你就不厚道了，由着他们欺负我。我有大姐夫的身份，你有吗？二皇子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喝醉了。您不是说自己千杯不倒？今天突然想到，别叫太医，别声张，别告诉婉儿，我不能让她看见我这样。找你姐姐，快！你不找我？三皇帝，你太正经，救不了这种热闹。王爷，二皇子他被人下药了。别急，先别惊动张家。王爷，若真有人动手，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二皇子到底有没有出事。所以让他们以为他已经倒了。王爷，您是想把人引出来？一起去。你姐姐最喜欢看这种热闹。醒酒汤呢？怎么还不来？哥哥，厨房正忙，我正好经过，便替你端来了。快，二皇子醉得不轻。哥哥，你扶着些，我喂二皇子喝。滚！二皇子，二皇子，您喝了醒酒汤就舒服了。不喝，我去请大夫。别走，哥哥，二皇子身份贵重，醉倒在张家客房传出去不好听。我在这里照看，你去外面守着。张斌，出去喊人，喊我的护卫。哥哥，二皇子糊涂了，他若这样出去，张家怎么交代？二皇子，您现在难受，雪儿帮您。明日醒来，雪儿什么都不要。滚开！来人，护驾！二皇子，带我走，找大夫，别让他近身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……张小姐慎言，二皇子在张家宴席中药，又在客房遭人冒犯，此事张家最好给皇上一个交代。中药是不是醉酒？张少爷闻不出来吗？二皇子若有半分差池，张家一个都脱不了干系。姐姐，张雪为什么要那样做？她喜欢二皇子吗？喜欢就能下药，喜欢就能往男人床上爬，那不叫喜欢，那叫没脸没皮。尤其是你庄巡，你以后若是看上哪家姑娘，就正正经经请父亲母亲去提亲，人家愿意，你好好待人家，人家不愿意，你就滚远点，别死缠烂打，更不许用下作手段。张姐放心，我不会。还有你，别学张雪，咱们庄家的姑娘想嫁谁都得站着嫁，不能跪着求，更不能靠算计攀附权贵。我知道了，姐姐，不能下药，不能思乡受受，不能爬床。对，男人也不能惯着，他若是真心，就让他按规矩来，3媒6聘，明明白白。说他想占便宜还不负责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打断他的腿。那如果成亲以后呢？成亲以后更不能惯着，女人必须善妒，什么贤惠大度、纳妾开枝散叶，全是糊弄人的。你的男人若敢3心2意，你就收拾他，收拾不了，回来找我。对了，老庄，你听见了吧？我这套规矩，你和母亲也适用啊。庄贤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微臣不知皇上所指何事，还装糊涂。慕容玄瞒着朕与庄小鱼定亲，你做父亲的不但不拦，还任由他们胡闹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婚姻之事，父母之命，王爷与小女两情相悦，微臣并未觉得不妥。放肆！还有你，朕听说聘礼都是你在准备，你一个皇子，不帮朕看着慕容玄，倒替他张罗婚事，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？父皇，儿臣觉得三皇帝和庄小鱼挺般配的。般配你个头，混账东西！你想气死朕吗？父皇不承认也没用，外头都知道了。再说三皇帝这些年也不容易，难得有人肯要他。闭嘴！朕告诉你们，这桩婚事，朕绝不会承认。皇上圣明，不承认也挡不住人家拜堂。庄小鱼到。皇上，我听说您不太满意我和慕容玄的婚事。你倒是消息灵通。也不算灵通，主要您骂得太响。不过成亲是喜事，您身为父皇，总得给点新婚贺礼吧？你想要什么？兵符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很清楚啊，兵符啊。慕容玄以前替大周打仗，兵符本来就跟他熟。您既然不喜欢我当儿媳妇儿，那就拿兵符当贺礼，我也好少说您几句坏话。庄小鱼，你好大的口气！兵符乃国之重器，岂能当成儿女婚嫁的玩意儿？慕容玄无照私定婚事，已是抗旨不遵，还想要兵符？不能啊，那就是说您不是舍不得贺礼，是舍不得兵符回到慕容玄手里。不给就不给，您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这个人最讲道理，从不强人所难。那就换一个。西戎国的皇太孙已经回了西戎，皇上只需要在边境集结兵力，摆出随时进攻的架势，让西戎那些人知道大周支持皇太孙继位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不过动作要快，声势要大，最好让西戎朝堂的人还没来得及把皇太孙按死，就先听见大周铁骑在边境磨刀。江鹤，皇上知道的挺多啊。朕可以下旨让边境备战，但大周不会为一个西戎皇太孙真打这一仗。没人让你真打，皇上只要让他们相信你会打就够了。你倒是会算计。跟皇上学的。长姐，今日听人议论，英王府世子连末榜都没插上，他本有才名，却沉迷声色，如今成了笑话。那么严重吗？当然严重。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起点低，是自己把路走断。庄巡，你以后要走科举这条路，脑子要清楚。你可以喜欢玩，可以交朋友，但不能被酒色拖着走。今日别人看英王府世子的笑话，明日也可能看你的。长姐放心，我记住了。还有你，别被几句甜言蜜语哄得没了脑子。张雪那种路不能走，英王府世子那种荒唐也不能学。姐姐，我肯定听你的。没有他在身旁，有好风光也阴阳无话。女人醒了只有作用。让夜我的撕碎了一地无人。姐姐。父皇，请喝茶。百善孝为先，儿媳第一次敬茶，父皇不会不喝吧？给。多谢父皇，父皇果然疼儿媳。母后，请喝茶。好看，母后眼光真好。小爷，我早准备好了，绝不让你失望。二皇子果然懂事。诸位都是兄弟，今日喝了弟媳的茶，总不能让二皇子一个人出血吧？我也不要多，按心意来，心意太薄，我就记账。你家底都被我掏空过一回了，
看你挺穷，拿去补补。小茹，你果然还是疼我的。慕容雪，你这几天到底怎么回事？白天躲在书房，晚上背对着我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君就是比较心急手，快睡吧。少来！你以前恨不得把我拴在裤腰带上，你最好不是外头有人了。没有。那就是有事瞒我，还是说你刚成亲就移情别恋了？小事，等我处理完。你最好处理得干净。说，他最近在查什么？去哪儿了？不说，我废了你这条胳膊！王妃饶命！王爷查到苗疆圣女古丽进了京，就住在城南老宅。苗疆圣女老宅，这不像什么普通侵占。玄哥哥，你又来看我了。玄哥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古丽，别装了，你是苗疆圣女古娜之死，你已经查到我身上，你接近我不就是我报仇？既然你知道，为何还敢一个人来？玄哥哥，你杀我姐姐，我要你偿命，但我舍不得你死得太快。我要你忘了那个女人，日日夜夜只看着我，最后再亲手把她推开。想让我男人推开我，你问过我了吗？去死！你怎么会知道蛊虫怕火？我不知道，但虫子怕火，这不是常识吗？你们苗刚圣女读书少。疼。还好。还好你个头，这么大的事你敢瞒我，一个人来送死？我怕古树牵连你。你躲着我，才是在牵连我。慕容雪，你给我记住，我可以容你嘴硬，容你傲娇，不容你把危险藏起来自己扛。以后不会了。把古丽和这2个随从押回玄王府地牢，嘴堵上，手脚捆死，身上每一寸都搜干净。谁敢让他碰铃铛、虫子、药粉，自己下去陪他。是。小鱼，你以为抓住我就能解蛊？没那么容易。那你最好活久一点，把解法吐干净，不然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知道，什么叫比蛊还难熬。你拿这些破东西干什么？看着就催眠。王府的账，最近闲着也是闲着，看看王府这些年到底有多少产业。多少产业？值多少钱？每年进账多少？有没有金矿、银矿、珠宝铺子？你这账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绸缎庄去年冬月进账800两，腊月1200两，可支出却写了2600两。你们家绸缎庄是卖布，还是拿银子糊墙？还有这个田庄，报的是浅收，可交上来的米粮折银比前年丰收还多。既然浅收还能多交，那前年是谁把银子吃了？这里药材铺进货价比市价高3成，车马行修车的银子够重新买2辆车。你这王府不错啊，外头敌人还没打进来，里面蛀虫先把房梁啃空了。来人，把管账的都叫来。别急，你现在叫，他们一听风声全得乱。先把这几本账册扣下，派人暗中封存近3年的总账、库房入出册，我倒要看看是一人作案，还是一窝端。本王忽然觉得娶你很值。现在才知道，晚了，涨价了。王爷、王妃，相府来人，说相爷请王妃尽快回去一趟。这边刚抓到蛀虫的尾巴，那边又有事。走，回娘家。你跟着做什么？本王也是相府女婿。岳父，我来看婉儿妹妹，这些是补品、料子，还有小舅子的笔墨。二皇子慎言。你确定是来看我？看你，顺便看你二姐。看我干什么？当初说了18就是18，少1天都不行。我等，我不急。哼，你不急，你天天往相府送东西，前些日子还送来1箱南珠。二皇子，婉儿年纪小，不懂这些。相爷，我知道婉儿妹妹年纪小，所以我不逼她，也不越轨。我从前不懂事，翻墙来瞧她，是我混账。如今我走正门，受相府审视，您不点头，我绝不会乱来。去后院说几句话吧，庄巡跟着。老庄这关，迟早是守不住了。守得住一时，也好过一开始就被人哄进宫里。
我母妃当年也有人护着，皇帝许她一生一世，许她不入深宫。可后来到指令，她还是进了宫。进宫以后，又有人诬陷她清誉有损。皇帝明知不是她的错，却为了她那至高无上的颜面，任由流言蜚语活活压死了她。所以你讨厌皇帝，不只是因为兵权。兵权只是借口，他对谁都一样，喜欢时是恩宠，不喜欢时就是污点。感情在他那里永远不如权力干净。这不叫薄情，这叫缺德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我先说好，你要是哪天敢学皇帝，骗我、负我，背着我弄什么莺莺燕燕，我不跟你哭，也不跟你闹，我先阉了你，再改嫁。若嫌麻烦，就直接把你埋后山，清明给你烧2张纸，算我仁至义尽。是条狠鱼。知道就好。放心，我不是皇帝，也不会让你变成我母妃。记住今日的话。小婿慕容泽今日特来提亲，3媒6聘，绝不相负。从前我不着调，让岳父和小鱼不放心。如今小婉已满18，我按规矩下聘，以后东宫有我一日。哟，太子殿下这是把东宫搬空了。小鱼，我这些年攒的都在这儿了吗？之前不是都被你还敢提？怎么？没什么。你刚才看聘礼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确认一下，确认什么？够不够赔罪？应该够吧？不够。那还差多少？差一个态度。东西再多，小婉要是嫁过去受委屈，有什么用？我才不会。最好不会。我现在看见你就腿软，哪敢欺负小婉？你腿软是因为怕我，还是因为你心虚？姐，我觉得他是真怕你。怕我就对了。这样他才不敢欺负小婉。有道理。行，东西不算少，你也等了这些年，勉强算有诚意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若敢和皇帝一样薄情寡义，我不管你是太子还是皇上，照打不误。我敢吗？我也不舍得啊。这是我给小婉添的60台嫁妆。小鱼，这也太多了些。不多，庄小婉进的是东宫，她性子软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就是她的最强后盾。姐姐，别哭，妆哭花了还得重画。好了好了，姐姐对我最好了。知道就行。我若是在太子府受了委屈，那就回来，不用等受委屈，想回来就回来。可是我已经嫁人了，嫁人又不是卖身，礼法又没养过她，只要受了委屈就记得回家。姐姐，停！你今天已经哭2回了，再哭妆真花了。去吧，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。弟弟，你累不累？不累。姐，怎么了？你最近是不是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嫁妆太重了。你确定？真的。你最好是。我会照顾好的。泽哥哥，你一夜没睡。婉儿，我以前只知道父皇烦人，没想到当太子更烦人。不行，不能只压榨我一个。太子殿下找微臣何事？小舅子，以后东宫的政务你得帮我分担。这去吧，别给庄家丢脸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回来告诉我。好的，姐姐放心。王妃，王府产业繁杂，账面上偶有出入也是常事。这铺子去年进货3000两，卖出4800两，年底只余200两。你告诉我，中间那1600两是被老鼠叼走了，还是被你吃了？这铺面修缮、伙计工钱、打点衙门都是大开销啊，王妃。修缮在后面单列了800两，伙计工资每月有支出。至于打点衙门，同一日同一项，你在3处产业里都记了一次。王府的银子好拿吗？一个衙门要你打点3回，不敢得罪粮商，敢得罪王府，拿王府的地种粮，再拿王府的名号压百姓，最后还敢说是外头粮商压价的错。你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！王妃明察，小的也是一时糊涂，愿意补上亏空，求王妃给小的一条活路啊！补上？你以为我今天叫你来是为了听你认个错，再把银子吐出来？王府名下所有产业，凡账册有重项、虚项、空项的，全部封账，人先扣在府里，牵涉在内外头的人一个都别放。照王妃说的办。王爷开恩啊！这些年本王不问，不是默许。既然王妃提出来了，你们就该庆幸她要的是账，不是命。王爷饶命！你辛苦了。辛苦什么？你要是早让我查，这帮蛀虫能少啃10万两。三弟，你这是干嘛？我又不是收破烂的，我自己的折子都看不过来了。你翻开看看。一个王府几处铺子几个庄子就能吞这么多银子，那父皇这些年看见的账，所以我才送来给你是太子。这王府的账是整个大周的根基，若瞒着你，迟早变成更大的窟窿。王府这些人还挺笨的，一问就露馅儿。朝堂那帮老狐狸，账不能给你编出花来。小鱼，你能不能别说这种吓人的话？不能。行吧，
我看看。累了？还好。你看了多久？差不多2个时辰。你不累？累。累为什么不歇？因为我发现了一件事，殿下这里的糕点比相府好吃。别光顾着吃，吃完了把那几本账来过一遍。所以姑的糕点是用来收买你弟弟的？不然呢？你那糕点又不花钱。殿下，明日我还能来吗？你来是为了看账，还是为了吃糕点？都行。来吧，来吧。那点出息。太子殿下，这些账不能只看银子，这不是单纯的贪污。同一批粮，王府账上是300度，中间多出来的100度不可能凭空消失。若是按这个法子推，亏空不止在掌柜一人身上，管庄的、验货的、收账的全都有份。你再看这几本旧账，人情、赏赐、采买全都混在一起。若真要查，不能一刀切，否则账没理清，反倒先惹一身麻烦。那就你来分，哪些是规矩，哪些是人情，哪些是蛀虫，给姑一条条抓出来。我？不是谁？从今日起，皇庄和东宫内库的旧账先由你带人核查，遇到压不住的来找姑。有人拿辈分、旧情、官位压你，你就告诉他们是太子要查。怎么？这令牌太贵重，怕了？不是，我怕弄丢。丢了再给你一个。别听他的。令牌弄丢了，他给你新的，但老庄也会给你新的生命。你姐说的对。那我还是小心点。你这是供菩萨呢。我只是想确保万无一失。阿寻，我给你配个匣子，你把令牌供起来得了。也可以。你认真的？殿下觉得呢？随你吧。给。姑的糕点都快被你们姐弟俩吃完了，明日多备些。行吧。说，陛下，朕让你说。最近玄王府的账确实清得很快。继续。东宫也开始查账了。还有呢？庄二公子也在查。庄巡？是。一个还没入朝堂的年轻人，倒是胆子不小。庄小鱼呢？玄王妃负责盯账。庄家、玄王府、东宫，这些年轻人竟已经开始在一起办事了。太子羽翼渐满，慕容玄手握重兵，再加上一个无法无天的庄小玉，大周难道要换天了？你旨召太子、玄王、玄王妃入宫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庄小鱼，你倒是睡得安稳，你自己看看。这不是好事吗？不用打仗，西戎就自己怂了。闭嘴！边境兵马压阵，西戎立刻变天。庄小鱼，你早就知道会这样，你一个相府嫡女，凭什么？猜的，凭西戎人也不是蠢货。大周兵马压境，他们不选一个能让大周收兵的人，难道等着一起挨揍？江鹤是西戎皇太孙，也是你母族之人，你帮他到这一步，是为大周，还是为你自己？父皇慎言，小鱼同父皇谈的条件是父皇亲自批准的。皇上要是觉得我厉害，可以赏；要是觉得我有罪，也可以现在就下旨抓我。别又想占便宜，又想骂人。走了，回去学学怎么说话，别一开口就暴露智商。我那是替你高兴。出息了啊！在清风馆当老板的时候还知道送真金白银，如今当了皇太孙，就给我送几张破纸。你若想要金银，本王也可以给你。你的钱现在都是我的。所以没必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不应该是我问你吗？西戎特产。什么？葡萄。他们那边的葡萄甜不甜？不知道。江鹤这个皇太孙怎么当的？当皇太孙不能兼营果园吗？可以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俗？没有。那你笑什么？觉得你可爱。少拍马屁。你若不想看，我便替你烧了。烧什么烧？万一里面写着他登基之后分我半个国库呢？你倒是想得美。江鹤在信中说，这是你母亲当年留在西戎的旧物，他这次送来是以表弟的身份。他说是就是啊，万一拿个破玉骗我认亲呢？那就不认。证据摆到你面前，我替你分辨真假，但认不认是你的事。江鹤是不是你表弟，只与你有关。先记账上，等他真坐上了那个位置，再让他连本带量的孝敬我。那这关系是认了？我说记账，没说认。老庄，你这表情不像是来找我吃饭的啊，倒是像来审犯人的。这是你母亲，长得这么好看，难怪你这些年念念不忘。她温婉端庄雅贤惠，与你这副动不动抡拳头的性子没有半分相似。那这个呢？这东西是你母亲当年带在身上的。为父遇见她时，她孤身一人，身上有伤，连路都走不稳。那是20年前的一个雪夜，她从不提起过去，只说自己无家可归。每次我问起，
他都笑着说能活下来已是万幸。小鱼，为父知道的只有这些。老庄，我以前真觉得没必要，人都没了，我追到天边也不能把他追回来。我又不是神仙，还能把他从地底下拽出来不成？可他不是凭空冒出来的，他受过伤，流落民间，连自己的来处都不敢提。此事牵扯甚广，你如今又是玄王妃，先不碰西中皇室那堆破事，我只查我娘当年为什么流落在外，我就想知道她当年到底吃了多少苦。这东西先放我这儿，从今天起，我不装作这事跟我没关系了，我庄小鱼来讨回属于她的公道。好。玄哥哥，就这么由着他这样折辱我？再说一句，就割了你舌头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也不爱拐弯。你给慕容玄下的蛊怎么解？今日说清楚。我不知道。哦，既然没用，留着也浪费粮食。把他和随从分开审，谁先说谁活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再问你一遍。我说，蛊引就在我发间银铃里，还有香囊能淬蛊，毁了它们，再取我的血化压蛊纹，7日内不动怒不运功，蛊就会自行消散。你看，我就说他能想起来。这人啊，记性不好，非得靠别人帮忙回忆。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了？非得浪费我一根烙铁。忍着点，这才第一步，后面还有的疼呢。你要是现在就扛不住了，今晚可就白折腾了。无妨，无妨，你倒是松手啊！我手指都快被你捏断了。最后一步，要他心甘情愿断开和蛊的牵引。若他心里还有一丝受控之念，蛊就会反扑，他会爆体而亡。听见没？以后别想再瞒我。你要是敢死在这儿，我明天就带着你的兵符改嫁，让别的男人花你的银子，住你的房子，睡你的……算了，你懂我意思就行。总之不许死。我以后什么都告诉你，包括疼，包括疼，包括怕，包括怕你不要我。少来这套！你现在是在把蛊，不是写情书。集中注意力，那就给我活明白点！破！你看看，给你拔个蛊，手心都烫出印子了，到时候留疤了你得赔我。让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吐了一地，回头你自己擦。从今日起，若慕容玄再疼一次，你就疼10次。擦擦你的嘴，你看我这一天天又当王妃又当保姆的。我来写。你堂堂玄王擦地板，传出去皇帝又得说咱玄王府穷的连下人都顾不起了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那回去吧。明天要是还疼，就别去上班了。慕容泽还敢让你去，我就去找他。好。玄王杀气太重，怕是断子绝孙的命。王妃的肚子一直没动静，肯定是被玄王的煞气克了。你干什么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准备出家啊？我想明日去寺里一趟。这些年我杀人太多，又身中蛊毒，或许是我命里无子嗣。你再说一遍。若真是我拖累了你，我可以拖累我。王爷真是大方，战场余威没死，蛊也解了，好不容易过2天好日子，倒是给我安排起下家了。小鱼，别碰我，我怕沾了你这晦气。孩子是2个人的事，不是神仙的事，也不是那些偏方的事，我都没急，你急什么？外头说你克妻，那我是不是现在该躺棺材里配合一下？从今天起，谁敢往我面前递什么求子偏方、什么神药，直接打出去！谁敢说王爷杀气重，王妃肚子不争气，拔了舌头再扔出去！你要是再敢把错往自己身上揽，我就把你打包送进寺里当和尚，到时候让你天天吃素念经，我看你受不受得了！我不去。你要是去了，我就在寺庙门口摆摊卖红烧肉，馋死你！你这都看的什么经？地藏经？你还没去世呢就看这个，回头让人看到还以为咱家出了什么事儿。明天给你换新经，篇幅短，适合你这种没耐心的。好，行了，赶紧睡觉，明天还有一堆事儿呢。你要是敢半夜爬起来继续看这些破玩意儿，我把你扔到院子里去睡。皇上，玄王妃不仅撕了药方，还放话谁敢议论王爷无字，就拔了谁的舌头。玄王对此竟无半分不满，唯命是从。成婚这么久还没动静，面对流言，一向冷酷的慕容玄竟会自责到想去求子。原来他也有软肋，只要抓住这个软肋，这把刀就还能为朕所用。老三啊，你成婚也有一段时日了，府中可有动静？回皇上，有动静。哦，府里账房被我清了一遍，前几日还添了2口锅，动静挺大的。朕问的不是这个。那皇上问哪个？您要是问玄王府有没有起火，没有；要是问有没有吵架，也没有；要是问有没有孩子，这事儿急不得。皇上也不是头一天当爹，应该懂。老三，你是皇子，若王妃身子需要调养，朕可命太医多去玄王府走动。不必，
你倒是护得紧。那当然，王爷不护着我，难不成指望皇上护着我？上回成婚敬茶，皇上脸色铁青，我还以为皇上看见我就头疼呢。放肆！我这不是怕您为玄王府操心太过伤身吗？再说了，太医天天往玄王府跑，外头还以为我这王妃快不行了。皇室的体面还要不要？玄王府的脸面还要不要？庄家的脸面还要不要？你倒会把庄家搬出来。那没办法，我是庄家的女儿，还是玄王妃。再说我妹妹如今在太子府，太子见了我还得叫一声姐姐。皇上要是把我弄得没脸，回头太子府那边也不好看。小婉心思单纯，万一哭着问慕容泽，皇上是不是嫌弃庄家的女儿生不出孩子？慕容泽怎么回答？这丫头不但不怯，还反手把玄王府、庄家和太子府都绑到了一起，真是好手段。朕不过关怀一句，倒说出这么多。关怀好啊，皇上要是真关怀，不如赏点安神补身的东西。玄王府谢恩。赏。多谢皇上。退下。条件没？进了宫不能空手而归。宫里说什么，你都不用认。玄王府、庄家、太子府，你们真是越来越紧了。太子既已成婚，也该知道何为储君之责。户部积压的旧账、江南赋税、京畿粮仓，一并交由太子督办。父皇，儿臣怎么，太子不愿？儿臣领旨。三皇帝，救命啊！太子的差事，找本王做什么？你不是能干吗？你不是战功赫赫吗？你替我看两本，我回去陪婉儿吃饭。太子殿下，你这储君当的挺有出息，奏折还没打开就想跑。小鱼妹妹，你不懂，父皇这是恨不得姑今天会看账，明天会治水，后天直接会飞。那你飞一个我看看。父皇不是只想让你办差，是想看看你身边到底有多少人能用。你若全推给本王，他正好说太子无能，只能依附玄王府。姑知道，这是把姑架在火上烤。你不是没人用，慕容晨心细管粮，五皇子胆子小，但肯听话管文书。至于账本嘛，庄巡读书读的脑子都快冒烟了，不拿出来晒晒多浪费。对呀，姑有小舅子。你敢把所有事都丢给庄巡，庄贤第一个拿护柏砸你。那不能，姑疼小舅子。这一笔银子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？这账册里处处是窟窿。慕容晨管粮，五皇子管文书，庄巡管账，出了事，孤担着。哈哈哈哈哈！江鹤入了王庭，西戎几支兵马退了，边境那边我大周军旗100，他们就不敢乱动了。那不是好事吗？不用花银子打仗，还让西戎欠咱们一个人情。我早说了，又不是让你真打，摆个架势就能办成的事儿，非要疑神疑鬼，累不累？西戎既然稳了，边境兵马可缓撤，不必让人抓住大周干涉西戎内政的口实。微臣附议，此事既已成事，接下来便该收封藏刃。皇上，西戎随国书一同送来的，还有一封给玄王妃的私信。给我的东西拿来。怎么，西戎皇太孙给我写封家书，还得皇上先替我看看。家书，你倒是认得快。她叫我表姐，我不认她也不合适。再说了，皇上不是也借了她一回事？怎么了？江鹤说他归位之后，查到了一些关于我生母当年在西戎留下的线索。所以呢，你打算如何？人死多年，当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会凭江鹤几句话就下定论。他能送证据，
我就看证据，送不出来我也不急。以后西戎来信，需入宫备案。国书入宫，私信归我。皇上想知道正事，我可以说；想管我家里事，不行。庄小鱼，你喊什么？我又没聋。至于我生母的事，查清之前，谁也别想拿它做文章。皇上，此事涉及微臣亡妻，微臣亦想知道真相。臣亦然。单独召你们前来，有要事相商。单不单独的有区别吗？反正都穿一条裤子。西戎那位皇太孙与你有些血亲，若两国日后往来，你准备如何自处？我自处什么？我就当慕容玄的媳妇儿，庄贤的女儿。谁跟我讲亲情，我就看他有没有拿刀指着我家。拿了刀，亲舅舅也照打。所以你不认这门亲？认不认得看他做人。他要是送银子送好药，我认他是表弟。他要是敢借我名头算计慕容玄，或者拿我娘的旧事逼庄家站队，我第一个掀了他的桌子。你倒是坦白。皇上也别绕了，您不就是怕玄王府多一条外援，怕庄家全压到慕容泽身上，加上我们府里没孩子，您觉得这府里根基不稳，好试探，好拿捏。父皇，你就不怕朕治你个大不敬？西西，我好怕呀！我护短，谁动我家，我就动谁。慕容泽要是敢负庄小婉，我打断他的腿。慕容玄要是敢学薄情寡义那一套，我先废了他，再带着嫁妆回庄家。我不会。你们，是不是吃坏了？别一副有人下毒的样子，我就是困，闻着油腻。来人，快请太医，快！你别盯了，再盯也没用。本王只是想看看他到底要诊多久。王爷，诊脉需静心，急不得。太医，你好好看，别被他吓着。看错了，我揍你；吓坏了，我就揍他。是，王妃放心，微臣一定仔细诊断。他最近总是犯困，还没什么精神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最近容易困，又不是得了什么大病。你前几日还说胃口不好，今日不是还好吗？所以才让太医过来看看。你就是太紧张了。怎么了？王爷，可是王妃身体有恙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他刚才被你吓得手抖，把脉打错了。不是！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！王妃这是喜脉，已有1月有余。什么玩意儿？怀了？你确定？微臣确定。再诊一次。王爷，你是不是傻了？本王只是想确认清楚。王爷，确实是喜脉。人家都说千真万确了，你还确认什么？这么大的事，自然要确认清楚。确实是喜脉。慕容玄，你傻了？你抖什么？我没有。你手都抖成这样了，还说没有？本王只是太高兴了。不就是多了一个小家伙吗？对你来说是小家伙，对我来说是上天给我的礼物。行了行了，别突然说这些肉麻话。如今老天终于开了眼。喂，你以后可别想把孩子惯坏了。好。也别什么应的倒是挺快。那若是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都依你。赏，府里上下全部赏3个月利银。这么多？今日起，厨房所有入口之物都要再查一遍。王妃院中伺候的人加倍，闲杂人等不许靠近。等等，你把我当犯人养？当祖宗养。少贫嘴。赏，按皇孙的规矩赏，别叫人说朕亏待玄王府。遵旨。慕容玄有后了，庄家更稳了。这大周的江山，难道真要落在他们手里？王妃娘娘，这是陛下亲赐的赏赐清单，还请您过目。赏这么多？陛下听闻王妃有喜，龙颜大悦，特意命奴才送来这些东西。哟，老东西还挺会恶心人。王妃娘娘，
赏赐写的是玄王府，前头却先记太子府同贺，后头又单抵相府谢恩，这是送赏，还是提醒我们京城里还有谁盯着这份赏？他是想让京城各府看清楚，太子府和玄王府是不是一条心，顺便看看我们收到奖处以后，会不会跑去跟太子府攀关系？也可能是在提醒太子。提醒他什么？有人怀孕，有人得宠，有人该着急了。管他谁着急，收，全收。全收。金的入库，玉的入库，补品先验，折价记账，回礼也照规矩送，一文不少，一文不多。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坏的？娘娘放心，都是宫里送出来的，绝不会有差错。宫里出来的就不会有差错？给宫里送回礼，就说玄王府谢皇上惦记，再给太子和相府各送一份喜礼。王妃娘娘，这回礼照规矩来。那太子府与相府的礼是否需要有所区别？不用，一样的规格，一样的分量。奴才明白了。不怕他们觉得你不给面子？我送的是喜礼，又不是低头礼。说得对。对了，这些补品送进厨房之前全部验一遍，入口的东西一个都不能马虎。是，奴才一定转告。那奴才便回宫复命了。慢走。这么多东西够不够养孩子？够。那就行。慕容璇，我是怀孕，不是坐牢。你这是打算把整个王府拿来孵蛋？你不坐牢，是他们坐牢。等等，写的是护胎急用，谁批的？回王妃，是旧管事报上来的，说王妃身子贵贡，不能用寻常货。寻常货？真出了事，你们是打算给我陪葬，还是给我肚子里的孩子陪葬？来人，把旧管事带来。王爷明鉴，奴才都是按旧例办事，王府这些年采买一向如此，奴才不敢欺瞒王妃呀。旧例？旧例里写着给王妃安胎的药材要从城南铺子进，那铺子前2个月才换了东家，你这旧例还挺会长腿。谁让你往王妃院里送这些东西？奴才只是贪了些银子，绝无害王妃之心，王妃明鉴啊。不说是吧？这安胎药里掺了霉味的根须，吃不死人，却能让人腹痛虚弱。你说贪银子，那就把你贪的手剁了；你说有人指使，那就留着嘴说话。查他家中往来，再查与他接头的商户。这不是单纯贪墨，这是拿护胎当幌子试探王府。他们问了太医来的次数，问了护卫换班时间，还打听库房银钱动向。王爷、王妃，饶命！奴才只是拿银子办事儿。谁指使你的？中间换了好几道手，奴才只听商户最后说过，一头连着宫里，一头连着朝堂。好一个连着宫里！太子既已成家立府，也该替朕分忧。边境军饷旧账各不拖欠，玄王府有运赏赐名。还有前些年兵权交接的册当，3日内理清楚。父皇，儿臣刚娶了太子妃，还没过几天舒坦日子呢，您这是要累死儿臣啊！你若连这些都办不了，太子之位也不必坐得太稳。小舅子，救命啊！殿下若真想救命，就先把赏赐名次单独拿出来。皇上不是要赏玄王府，是要看你敢不敢替玄王府说话。还是小舅子聪明。名次按皇后旧例走，不加不减，只添安泰常用之物，不碰兵器，不碰田庄，不碰银矿，这样既不薄待玄王府，也不给人递画饼。这个你看。臣只理数目，不定罪名，定夺之事，殿下交给各部。懂事。父皇，儿臣熬的眼睛都快瞎了。这些都是你办的？儿臣哪有这个本事？都是下面人跑断腿。庄巡也帮着算了几本账，父皇若要赏，赏他们；若要罚，
儿臣先躲一躲。你倒是能干。臣只会算账，太子殿下吩咐什么，臣便做什么。小舅子，今日这段算是混过去了。不是混过去，是殿下把该护的人都护住了。累死了，回去找婉儿妹妹诉苦。皇上，西戎方向有动静，牵到了玄王妃生母救世。这药苦的能毒死牛。又是谁送礼？先说好，太丑的我可不要。江鹤送来的。他倒是会挑时候。我现在怀着孩子，打不得人，也不好出远门，送什么我都不能去西戎给他撑场面。这画从西戎来的。江鹤在西戎旧宫库里翻出来的，还有这半块玉，纹路与册页上的王氏记忆能合上。西戎内乱之夜，王氏血脉四散，有公主失踪，随身带走半枚玉叶，追查数年无果，已流落大周民间。所以我娘不是寻常人女儿，是西戎公主。证据比江鹤上次口头所说更实，画像、玉印、旧册，三样合在一起，足够让西戎承认，也足够让父皇忌惮。我又没吃过西戎一粒米，忌惮我做什么？你是玄王妃，是庄贤的女儿，如今还有了孩子，在父皇眼里，这不是认不认亲的事，是玄王府、庄家和西戎皇族旧血连到一处。若你想查，等孩子生下，我陪你去。谁说我要去？我现在好吃好喝当王妃，肚子里还揣着一个，好去西戎翻旧账，是嫌日子太舒坦？哼！江鹤要是再送信，你告诉他，先把他自己的位置坐稳，别三天两头拿这种东西来吓孕妇。还有，表弟这2个字不许他乱叫，我还没答应。玄王府已有孕，庄家有庄贤和庄巡，太子府又护得严实，如今再添一条西戎皇族旧血，好得很。上胎的东西备好了吗？回皇上，都备齐了。既然是朕的皇孙玄王妃有孕，朕这个做祖父的总该亲自问有。传旨，召玄王妃入宫谢恩。庄小鱼，你如今有了身孕，倒是比从前稳重些了。皇上放心，我只是怀孕，不是改性子。这些都是给孩子的，朕的皇孙自然不能委屈。多谢皇上。朕听说西戎皇太孙江鹤又给你送了东西，与令堂有关。是，旧证上写着我母亲是西戎公主。你倒坦诚，西戎公主之女，大周玄王妃，腹中还怀着朕的皇孙，你可知这身份放在朝堂上会让多少人睡不着？那是他们绝赏。朕不是与你玩笑，江鹤是你表弟，若他日他向你开口，你帮是不帮？若要兵马呢？找皇上啊！大周兵马又不归我管，难道我还能从玄王府后院给他变出10万大军？你少装糊涂！慕容轩手里虽我明面兵符，他在军中威望仍在。你若以血亲相托，他未必不会动。皇上，这话就不讲道理了。母族血缘是一回事，我嫁入大周皇室是一回事。若皇上觉得血亲便是罪，那我腹中孩子还流着您的血，您是不是也要先审一审他以后站哪边？放肆！皇上小声些，您刚说这是皇孙。皇上若担心西戎，就盯着西戎；若担心慕容玄，就冲慕容玄来。拿一个没出生的孩子绕圈子，传出去不好听。上司，带回去。多谢皇上，孩子还小，受不得惊，我先告退。他说什么了？问你儿子以后帮大周还是帮西戎？我噎回去了，但这事儿没完。他今日能拿亲情试探我，明日就能拿孩子试探你。从今日起，宫里来的东西先封存，入口之物一律不许碰。王府内外重新查一遍，
能近你身的一个都不能含糊。这孩子还没出生就被他祖父惦记上了，那就让他知道，玄王府的孩子不是谁都能拿来当筹码。王妃饶命！小的只是收了外头一点银子，真没敢害王妃呀。以前贪银子，我还能当你们是穷疯呢。现在敢往我吃的用的里伸手，是觉得我怀了孩子，拳头就软了？王爷，你听见了？一点银子，拖下去送官，牵出来的依稀发卖出京，永不录用。叫人！来人！王妃要生了！快取热水！王爷，请先退到房外。王妃，你省着点力气，老娘省着呢，别在老娘耳边嚎！恭喜王爷，王妃平安，生了位小公子啊！小玉，哭丧呢？我还活着，儿子在那边。慕容玉，他是玄王府长子，自然贵重。皇上，太子府、相府，还有半个朝堂的大臣，都往玄王府送了贺礼。好，玄王府有后了，朕这个做祖父的自然要重赏，再添一份厚礼，给足他们体面。慕容玉这声啼哭，真是刺耳的很呐。来得正好，我倒要看看皇帝这回是送金子还是送麻烦。皇上有旨，宣王府天天丁皇长孙贵重特赐金锁玉如意锦缎100匹，令皇上慎喜长孙，满月后可时常抱入宫中亲近，由宫中老婢照料规矩。皇恩浩荡，赏赐我们收了。至于入宫亲近，等孩子能自己走路，能自己说话，能自己分清谁对他好，谁对他坏了，我亲自带他去给皇上请安。王妃，这皇上的意思是，宫里人有经验，玄王府没有死人。对，奶娘有，大夫有，亲爹亲娘也都活着。孩子妊娠哭哑了嗓子，皇上能把龙椅搬来哄吗？慕容瑜是皇长孙不假，可他先是玄王府嫡长子，谁要借疼爱之名抢我儿子？我这人脾气不好，月子里也能打人。好一个玄王府嫡长子！既然孩子动不得，那就动该动的人。来人，把南边河堤、北边军粮、西边马正的折子全给朕押到太子府去。朕要看看他们这群铜墙铁壁能护到几时。南河堤和银子拖了3月，北边军粮对不上，西边马正又牵出庄家门旋。太子，今日你与庄巡给朕一个章程。儿臣领旨。但若有人趁着清账往玄王府和庄家身上泼脏水，儿臣也会一并查清。太子倒是护得紧，河堤不等人，边军不等粮，若没有证据，只凭几句牵连便定罪，日后谁还敢替朝廷办事？皇上，臣已查过旧档，南边缺的是交接，北边缺的是运输损耗，西边庄家门生只何燕无调拨之权。你倒查得快，这是要把人都摘干净。臣请皇上准许，将3桩案子分开立卷。河堤归河堤，军粮归军粮。若强行并案，只会让真正贪墨的人躲在牵连2字后面。庄巡，你可知道你在替谁说话？臣替律法说话。臣姓庄，所以更不能让张家2个字成为旁人推罪的筐。若庄家犯法，臣第一个请罪；若没有，臣绝不能认。好，你们要分清旧账。那朕倒想问问，当年大兵边境调兵，摆出支持西戎皇太孙继位的姿态，这桩通敌旧约是谁定的？玄王府、庄家又在其中担了多少干系？边境调兵
替西戎皇太孙撑腰，这通敌的罪名是谁出的主意？我出的。哼，你认得痛快。你可知这写进史书叫什么？叫没打仗没死人，还省粮草。太子，你也这么认为？边境大捷，西戎各部退兵30里，边境商道重开。哟，这不是挺好吗？皇上，这叫花最少的力气压住最大的乱子。大周兵马没打仗，就让西戎知道谁敢伸手就剁谁的手。江鹤民愤稳，边境就少死人。皇上要是觉得这叫罪，那不如您先把这捷报烧了。边境之事暂且搁置，那你那位西戎公主生母流落大周的旧事呢？朕会命人重查，若有人藏了暗线，玄王府最好祈祷自己干净。你母亲当年流落民间，从不提西戎。她曾说，若有人拿她出身做文章，先护住你，再去查真相。所以皇帝现在把这事儿端出来，就是想让我乱。他不关心真相，只关心怎么用我娘把庄家和玄王府一锅端。不能让他抢占先机。没错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老庄，旧党不会自己长腿跑。你想查大周宫中旧档？最早能翻出的线索，一定藏在当年宫廷旧档里。查清楚之前，谁也别想拿我娘当刀使。我帮你。岳父熟悉朝中旧礼，我们三方联手。这账对不上，补品进府3天就多了一笔药材采买，谁批的？这么及时？你不是最烦这些琐碎的账目？烦归烦，银子归银子。更何况，这账看着不像只偷银子。你看，皇帝赏的补品进府之后，隔了3日，王府南边铺子就多了一笔药材采买，数目不大，刚好压在账房不会细查的线上。再隔5日，护胎用的布料、银炭、香料又走了同一条商路。贪采买银子，若只是贪银，应该挑贵的下手。可这些东西全是我院中贴身用的，吃什么用什么，院里添了几个人，出生后换了哪个奶娘的料子，都有人在往外摸。把经手的人全拖出去审，本王不留隐患。慢着，你一刀砍下去，最多砍掉几个蛀虫，后面伸手的人立刻缩回去，到时候银子追回来了，线断了。你想如何？我也不留隐患，但这次要留活口。明面上清账，谁贪了多少，照规矩罚。暗地里把这几条账线放出去，看他们还想打听什么。你想用王府做饵？是他们已经把王府当鱼塘了。我不撒网，难道等他们把慕容玉也算进去？还有更有意思的，你看这几个日期，皇帝提西戎公主旧事之后，宫里旧赏入府。我怀慕容玉时，护胎采买被人盯；江鹤归位后，清风馆旧账被翻。3条线绕来绕去，最后都绕到玄王府。宫中有人，宫中有人，朝中有人，王府产业里也有人。他们打听的是我娘当年有没有留下旧证，是玄王府和西戎到底能不能扯到一根绳上。这账不能只按贪银查了。若真有人借这些账追查慕容玉和你母亲旧证，本王会让他们后悔伸这只手。太子监国理政，这些账目竟能乱成这般。玄王府产业牵出西戎旧案，宫赏流转不明。慕容泽，你就是这么替朕分忧的？父皇息怒，儿臣正因查到账册有异，才让庄巡连夜核对旧档。若真有人借玄王府探西戎旧事，便更该查清是谁经手，谁放行。你倒会推，儿臣不敢。但若要说太子纵容玄王府私通外部，还请先让经办官员把印制拿出来。皇上，臣昨夜核过3处，其中2笔银钱的不明去向停在宫赏转运的旧册空格里，那空格沿用的是多年前西戎进贡时的格式，非太子新立。你的意思是旧制有错？臣不敢妄言旧制有错，
只敢说，若不查，漏洞才会一直留着。父皇，儿臣愿领查账不严之责。可若只拿太子府的人问罪，今日查玄王府，明日便能查任何一府。这要是查下去，谁家没收过公赏啊？慕容玄，你怎么说？臣没什么好说。玄王府产业有蛀虫，查出来该杀便杀。有人借账册探臣的儿子，探庄小鱼的生母，也该查。但若有人想把臣多年守边的军功和私通外邦4个字绑在一起，臣不认。父皇，儿臣请旨，由庄巡和旧档，所有公赏流转重新造册，查出贪淫者，按律处置。臣愿领此事，10日内呈第一份清册。太子殿下所奏文图，准。若查不清，朕再问你们的罪。太子，今日之事朕看得明白，你虽年轻，办事倒比从前稳当了。老头子笑得这么瘆人，肯定没憋好屁。父皇过奖，儿臣只是按规矩办事。好，既然懂规矩，西戎皇太孙归位之后，与大生边境的盟书递送军报合愿，便由你总领。庄巡入太子署房办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办得漂漂亮亮，有庄巡盯着，总不至于房书写成情书。朕等着看你们的本事。殿下，旧年西戎入周的册子都在这儿了。找到了，西戎使团入周，其中王族女眷1人。来看赏赐记录。小鱼妹妹，这能证明你娘确实来过大周宫中。同年赐西戎公主金钗知己，居宫中别院。出宫文书呢？出宫文书在这里，但是身份变了，去向为民间安置，身份是西戎民女，入周是公主，出宫成民女。谁改的？按规矩，身份改录必有缘由，前后应有复合页。断了一页，最要命的一页被人用刀割走了。前一页写着因故改录，后一页直接接上了民籍安置印。敢把西戎公主改成民女，还能从宫中旧档抽走关键页的人，绝不是普通人。入周名册有，出宫文书有，偏偏最要命的一页没了。慕容玄，你府里这些蛀虫，递消息还挺会挑日子。公档缺页那天，王府的护胎旧账也被人单独抄了一份送出府。这不是贪墨，这是在探慕容玉的底。他们查我娘也就罢了，敢把手伸到我儿子身上，我剁了他们！不用你剁，王府该清了。王爷，这人熬了3个时辰方才招供，这是往来信物。王妃饶命！王爷饶命！小的只是底下跑腿的，上头传信之人是皇上身边御前总管进士，每月承袭破庙定点交接，王府安排采买账目，西戎旧档抄录纸，全是我送入御书房。宫中那2页缺失旧档，也是这进士深夜入当房抽走，锁在皇上密柜之中。皇上许了你什么好处？甘愿替他盯着玄王府一举一动？皇上亲口许诺，只要盯紧婉物妃上身世，玄王府子嗣与军中往来，事成赏100亩良田，全家免3年徭役。果然恕父皇一早就在王府布下眼线，难怪我们查公档处处受阻，所有动向总能提前传入御书房。先把人单独关押，任何人不许接触，证据全部封存，眼下不宜摊牌。再过几日，西戎使团入朝，父皇定会借西戎血脉发难，我们手握人证信物，正好静观他主动亮出全部算计。如今军策西戎王府子嗣3件事被父皇攥在一起，步步紧逼，此刻撕破，宗室只会指责我们君臣失和，不如隐忍待机，等他当头发难，我们再抛出全部暗线斥候。好戏还没开场，
先把所有人证物证妥善收好。庄小玉生母身份不明，江鹤却认了她这个表姐。玄王府长子慕容玄身上流着的，到底是大周皇室血，还是夹着西戎的心？皇上，玄王府恐有私通西戎之嫌，若不彻查，边防危矣呀！父皇想问什么，不必绕弯。什么西戎的心，什么皇室的血，庄小鱼是儿臣的妻，慕容玉是儿臣的子，谁要拿他们的血脉做文章，先从儿臣身上定罪。哼哼哼，你这是认了？认什么？认我娘出身西戎，认江鹤与我有亲，认慕容玉是我生的，这些本来就不是罪。放肆！朝堂之上，岂容你大呼小叫？皇上宣我入宫，不就是让我说话的吗？若只想听别人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，不如直接下旨抄了玄王府。父皇，江鹤归位是边境疾兵父皇亲准的国策，若定三弟有罪，便是定当日边境决策为错。微臣附议，若将玄王府牵涉其中，等于朝令夕改，边境必乱。皇上若是真怕西戎血亲，那正好。江鹤现在是西戎太孙，他认我这表姐，我还能骂他两句。他要是不认大周，才是真的麻烦。好得很，一个个都拿国策压阵。既然太子说国策无错，那西戎使团入境定盟，便由太子亲自接待。国里若有半点差池，朕连旧账新账一并清算。西戎皇帝江鹤竟成大周皇帝。昔年西戎公主流落大周，今查明玄王妃庄小鱼乃公主之女。西柔皇室愿以国礼认亲，请大周明定亲缘。玄王妃倒是认得痛了，既有西戎皇族血脉，那玄王府的子嗣来日岂不是要牵连西戎的国统？父皇慎言，慕容玉是儿臣长子，是大周皇孙，他入的是大周御籍，守的是大周礼法。玄王府子嗣只有大周宗亲身份，没有西戎继承之位。血脉岂是你一句话能断的？父皇，西戎递的是认亲国书，不是索要大周皇孙的诏书。儿臣代大周收下，正合国礼。认亲是承认出身，盟约是两国以此为信，继承是宗法与国统，三者不可混为一谈。若将认亲等同继承，便是乱宗法；若将亲缘等同通敌，便是断盟信。这封国书是大周约束西戎的凭证。听见没？我认我娘，不等于我儿子去抢皇位。皇上不如把国书收好，白纸黑字压着，省得以后谁又想拿这个编故事。好，既是国礼，太子收当，礼部备册。血脉这把刀钝了。慕容玄，朕倒要看看你手里的兵权能不能保得住你。边境军策多年未核，军需亏空旧账也该查一查了。太子既掌国事，便由太子亲自核边军军策。谁都知道边军里全是慕容玄的旧部，查账是假，收缴兵权清算玄王府才是真。太子，你怎么看？儿臣领旨，但儿臣不敢凭旧日怂属定罪，也不敢因牵涉三弟便必查。该按军令查的，儿臣一向不落；无凭无据要先定罪的，儿臣不敢奉承。臣愿随同清点军需账目，不越金物，不涉私情。好，那就给朕查个明白。请进。西戎王江鹤特派在下送来密信与人证笔录，事关王妃生母昔年流落大周全部真相。此事机密，不便旁人阅览。当年西戎内乱，我姑母遭王族政敌追杀，逃入大周。先帝假意收容，实则忌惮西戎王族势力，刻意销毁完整入籍档案，篡改她公主身份，抽走公党关键记录，埋下日后拿捏我的把柄。此为亲历者证词，由我王亲录封存，印征为凭。所录无一字虚言。原来当年公党缺页根本不是档案遗失，是先帝有意动手销毁证据。多年来拿我妻身世做文章，全是他一早布下的算计。这份证据不到绝境绝不拿出来。方才朝堂之上，皇帝下旨清查边军军策，
摆明了要借兵权发难，这便是我们赤衡他的底牌。你返程之后替我转告江鹤，这份人情我夫妻记下。午后西戎大州商道互通，玄王府会从中调和，稳固两边安稳。在下告辞，王妃保重。替我谢过江鹤，待大局落定，我亲自修书回礼。路上小心，京中耳目众多，出入务必谨慎。在下明白，告辞。明日入宫和太子庄巡议事，这件事必须同步告知他们，咱们4人统一对策，底牌不能只握在我们2人手里。说的没错，朝堂风浪不是只靠你我2人便能扛下。东宫与相府本就是同盟，消息互通，才能合力应对父皇清算军权的算计。这是什么？殿下，怎么了？父皇这是不给活路啊！表面要查账，实则逼您站队。他要我在皇命和同盟之间选一边，若不从，太子之位不保；若从了，玄王府便是死局。殿下，这局只有明牌才能破。父皇想让姑查出玄王府有问题，可姑要是真按他的意思写，庄小鱼能把东宫门拆了，慕容玄能把姑脑袋拧下来。若玄王府没问题呢？那就是姑有问题，横竖都是姑的错。这些老兵不是不见了，是被拆散了。有人调去内地守库，有人转到不相干的州府。新补上来的将领资历浅，真打起来能立刻上阵的少30%。这些调令都是父皇这几年批的。若赵时呈上去，皇上会震怒。太子殿下想清楚了，父皇这是怕三皇帝卧兵，硬把能打人都挪走了，拿大盘边边境赌气。姑是父皇的儿子，也是大周的太子。太子，边军军策查得如何了？父皇，儿臣核查军策，玄王府旧部并有思绪之症。然边军近年频繁替换主将，拆掉老卒，西北防线已有虚浮之象，请按军务规矩交朝堂复核。当年随本王守边者是大周军士，不是私兵。今日起，凡受本王节制之人，一律按大周军令重造赠名册，归各业。宣王爷，旧部受您恩义，岂能说散就散？一头。至于国法，若有人借本王名号不听军令，按军法处置，不必来问玄王府。他那边把旧部归了朝廷，咱们这边就不能给人留绳子。这些年给边营送过的粮药，缺印缺据的全封起来。若有救人求到府上，救命可以，走明账。谁敢拿玄王府名帖卖人情，先打断腿，再送官。听懂了吗？是。今日朝上，皇帝脸色很难看。你不抢兵，他就没法喊你谋反，这叫一刀切了他的后路。三皇帝，父皇把北边3处调防的折子全丢给我了。恭喜太子，喜提烂摊子。唉。父皇这是怕儿臣活得太长，边防缺粮，换防将领西戎定盟，全押给东宫。太子殿下慎言，外头都盯着呢。你若慌了，他们就更要说东宫撑不住。婉儿妹妹，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些？那就一件件来。礼书我帮你看，东宫礼书我盯着，朝堂实务你叫庄巡来。殿下，边防缺的不是粮，是调拨路上层层拖延。若只催粮，3个月后还是缺。有人想让东宫只看见缺口，看不见节令。是，若按他们地上的法子批，最后就是殿下无能。传话下去，仓册、驿道名册，明早全送来。二皇兄，我没钱。四处游历过吧，见过民生吧，知道各地粮价吧，户部那些陈年积账交给你了。我刚回来，父皇没下旨。四殿下，这些是各地漕运对策。姑是太子，今日先看3本。二皇兄，父皇给的差事是混在一起的，容易扯皮，所以才要分开。慕容臣丁粮得，武皇帝丁工部修渠，庄巡过文书是，兵部姑亲自扛。若地方官虚报，我要直接参。姑给你盖印。武皇帝，工部那些银子最乱，你只管把数目理清楚，有事姑替你扛。3条线的源头都在户部，若底账本身是假的，查出来的数目不过是沙上高楼。臣昨夜已对过一遍。好你个庄巡，别人挑灯夜读考功名，你挑灯夜读扒朝廷底部。臣只核账目，不扒底裤。父皇把烂坛子甩给姑，明面考验太子，暗地看姑身边有没有人敢用。你们跟着姑，就是把脑袋搁在刀刃上。粮仓账查不清，
边军吃什么，百姓吃什么，这个道理我明白了。所有文书均备副本，日后谁翻旧账都有据可查。好，出了事孤一力担着，立了功是你们各自的本事。行了，别搞得跟上阵瞎敌似的。父皇想让咱们互相牵制，那咱们就互相兜底。慕容晨回来了，老五也敢接差事了。越压东宫越稳，朕本想用重责压垮他，反倒逼出了一个真正的储君。皇，儿臣已与众臣合愿完毕，旧部全部归入大州军令，军饷由户部核拨，调遣由兵部请委。倒是查得干净。旧部归了朝廷，军饷过了户部，那兵符呢？兵符在臣手里，是守边疆，镇外敌。若大州有难，臣披甲上马；若大州安稳，臣也可以放下。兵符不是谁家祖产，父皇若不放心，儿臣愿把今日所议写入军令。准。臣谢恩。趁京城不闹腾，咱们出京走走。我要去漠北骑马，去江南喝酒。去请太医。恭喜王爷王妃是喜脉。慕容玄，我只是怀了，又不是断腿了。娘子，路上颠簸，现在不能乱用力。从今日起，不许爬墙，不许翻屋，不许舞刀弄枪。小鱼，这几个月听话，想吃什么母亲给你做。行吧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，我暂时不走。朕防了慕容玄半辈子，防不住一个庄小鱼。如今他有了身世，又有了身孕，若这孩子身上流着西戎的血，长大以后究竟是朕的皇孙，还是西戎的棋子？玄王妃的胎几个月了？回皇上，已有月余。月余还早得很。传旨，按皇孙的例赏玄王的血，庄小玉的西戎身份，这个孩子来得正好。别晃了，你再晃他没哭我都要晕了。你抱孩子还是抖筛子呢？他像你，刚生下来皱得跟包子似的，你从哪儿看出像我？哪儿都像。王爷，皇上口谕，召您入宫，议长子入宗嫡之事。孩子才落地他就忍不住了，吃个满月酒都等不及，恨不得现在就把孩子抱去宫里。我去，把名字带上，慕容玉，玉，金玉之气，适合以后坑他家钱。好。玄王妃母系牵连西戎，此子入宗族之事，不妨缓一缓。臣女明媒正娶，外家血脉不损父族名分，臣护的是大纣礼法。若外家有异族血脉，便不能入。往前数几代，皇室联姻的账要不要都翻一遍？西戎使节祭见，送大州玄王府长子降生国礼，准入宗嫡。庄小鱼生母当年入京的档案，缺了最要紧的2页，查无权证，谁敢说他不是细作？这是臣亡妻画像，玉扣拓印皆在。若有人拿他污蔑臣女，臣不能再沉默。皇上既然非要拿我娘做刀，那我就把这刀折了。异路线索，桩桩在此，一切线索都能对上，缺的只有宫里那2页。请皇上命宫中补齐旧档，若旧事失漏，便写失漏，不许再用查无权证诬我王母。臣请补档，儿臣请补档，按旧事，疏漏补录。多谢皇上替我娘证明。别哭了，小姑奶奶，再哭你娘我就要跳井了。站住！敢抢我的桂花糕，看剑！你来抓我呀！都给我站住！谁再跑，今晚的鸡腿全扣了。我当年到底为什么想不开，要生这么多？玄王府这风水难道是催生的吗？又惹你们母亲生气了，去那边罚站。王爷，王妃，外头又来人了。又是来干嘛的？我不是说了今天不见客吗？是几位大人府上递来的意思，说是长公子天资聪玲，何该早早入宫蒙恩，还说王府子嗣繁盛，暗示王爷趁势替孩子们谋些封赏。谁说的？你把名字给我报上。这各部的大人都有。你又想做什么？我去问问他们，是嫌我生的不够累，还是嫌你死的不够快？孩子连字都还没学会写呢，就惦记着拿他们当政治筹码的梯子，这么闲，不如来玄王府给我带孩子。传本王的话，往后凡是给孩子求封、求恩典、求入宫的帖子，一律原路退回。再有借子嗣之名试探王府的，不必进府，直接乱棍打出去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算你识相。辛苦你了，外面的风雨我来挡，你只需安心。
想进宫，宫里的人都不好看，笑起来跟假的似的。谁说要送你进宫？外头那些大人说的，他们说我是玄王府长子，该早早入宫蒙恩。我才不要，我要留在府里跟娘学练剑。谁跟你说的？报个名字来，娘替你揍他。忘了，反正笑得特别假，跟庙里的泥菩萨似的。那你以后见了笑得假的人怎么办？娘说了，笑得假的人肚子里都憋着坏，离远点。记住你娘的话，谁也带不走你们。玄王府的门从今天起对朝堂死死关上。那我以后能天天练剑吗？能跟娘学飞叶镖吗？这个问你娘。学可以，但先把字儿认全了。大字不识一慌就想当下客，那是莽夫。娘，你又凶我。你爹当年比你还倔，不照样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？去玩吧，晚上叫你。弟弟，快来！母王说了，咱们哪儿都不去。这小子倒是随了我。随你好，不管朝堂怎么变，这几个孩子只管做玄王府的孩子。兵符交了，就不散了。剩下的日子，守着这几个小崽子过安生日子吧。好。松手！再不松手，本王的衣裳要保不住了。王爷，你当年在战场上要是也这副模样，敌军估计都不好意思打你，他们会觉得胜之不武。你还笑？过来帮忙！我才不管，这是你女儿，你自己招惹的。王爷，王妃，宫里出大事了！一个慕容玄已经够让朕头疼，如今还生了这么多，战神王府人丁兴旺。皇上，来人啊！传太医！别慌，又谁要作妖？皇上用早膳时被一个肉包子给噎住了，太医赶到时已经不成了。包子？你确定？宫里来传信的人说的清清楚楚，就是一口包子没咽下去，直接背过气去了。现在宫里已经乱成一锅粥，传了急令，请太子殿下立刻入宫，百官也已经被紧急召集了。爸爸，这老东西防了我们这么多年，西戎兵符子嗣旧部什么都能拿出来试探，恨不得把玄王府翻个底朝天，最后居然栽在一个包子上。小鱼，不是笑的时候。皇帝骤然离世，没有明旨遗诏，朝堂立刻就会大乱。慕容泽呢？他会被推到风口浪尖。所有想分一杯羹的老狐狸，现在全都在盯着那个位置。那小子政务接住了，可皇位这块他撑得住吗？他自己撑不住，但身边有人撑。庄玄在，慕容晨在，这几个月的差事不是白办的。宗室那帮老王爷呢？他们可不会老老实实看慕容泽登基。所以我要立刻进宫。你兵符都交了，拿什么镇场子啊？不需要兵符，我慕容玄站在那里就是场子。行，你去稳住宫里，我守着王府。谁趁乱打孩子的主意，我让他连门都进不来。把护卫全部调回内院，王府的门今日只对我开。少废话，快去！慕容泽要是被人欺负了，小婉得哭死在我面前。放心，他不会。慕容玄，别逞英雄，活着回来。等我。传令，王府戒备，大门紧闭，谁敢在门外探头探脑，打断腿扔出去。是。都带来了。东宫近几月待批的各部急折、边境粮草账册、官员调任记录，全在这里。换身官服再来不行，你这副样子像赶集的。臣接到消息时，正在整理最后一卷军需账册，换衣服的时间够臣多带3本账。殿下觉得哪个重要？行，算你有理。太子殿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皇上突然驾崩，遗诏不明，宗室那边已经有人递帖子了。宗室递帖子关你什么事？你是礼部的还是宗人府的？臣是户部的。那就回去盯着你的银子。国库空不空，今天比那帮老王爷的脸色重要。殿下，宗室那边不会善罢甘休，先帝的几个兄弟早就在艾地里养着幕僚了。姑知道，他们等这一天等了多久，姑比他们还清楚。所以这些东西更不能离手。各部急折在，边境粮草账在，官员调任记录在。谁想趁乱搅局，得先问问这几个月的政务是谁在扛。父皇天天用这些杂事折磨我，想看我出丑，想看我撑不住主动交权，没想到这满朝的乱麻，现在只有我能理得清了。殿下从来都能，只是先帝不信。他不信就不信吧，反正他也没机会再考我了。殿下，进去吧，百官在等，宗族在看，边境也在看。
走。殿下，臣跟您进去，出来的时候您就是皇帝了。庄巡，这条路进去就回不了头了，臣从来也没打算回头。太子殿下，皇上驾崩猝然，未曾留下明确遗诏。老臣恳请殿下暂缓主事，召集宗室王爵齐聚，查明大行皇帝起居历，再议大统传承啊！臣等附议。再议。边关军饷昨夜刚批，今晨等着户部拨银，江南水患的急辙就在预案上，30万灾民嗷嗷待哺，京畿粮仓3日以后必须开仓平抑物价。父皇留下的是大周万代江山，不是一间可以随时挂牌的茶楼。诸位大人想关门歇业几天，等西如铁骑踏破玉门关再开张吗？启禀殿下，昨日兵部调令由东宫代批，相府复核遗物，户部亏空账目，三皇子慕容辰已追查过半，6部羁押悬案皆有条陈记录在册。大周政务片刻未停，何须再议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臣弟慕容辰叩请太子殿下即皇帝位，稳固朝纲。臣庄贤附议。臣附议。玄王府的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难道玄王早就料到今日会有人闹事？别说了，现在再反对就是自己找死。诸位还有什么异议？不妨继续说。臣无异议。臣也无异议。臣等无异议。你家泽哥哥这回是真像个人了，终于不装傻充愣了。姐姐，他一直都能担得起。以前是懒得担，现在嘛，总算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他等这一天也等了很久吧？是啊，今天以后再没人能逼他装傻了。殿下，请更衣。从今日起，再没有什么殿下了。是，陛下。诸位爱卿，可还有人反对朕登基？臣等恭迎陛下登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姐姐，他真的做到了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护出来的人。大周上下，听朕号令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朕初登大宝，朝野未稳，宣第一道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玄王慕容玄战功赫赫，扶理朝政，建足上殿，入朝不屈。先帝防玄王如防猛虎，新帝竟第一天交出30万兵权。三皇帝，父皇怕你，处处防你，但朕不怕。朕比谁都清楚，你若想要这把椅子，今日就轮不到朕。皇上慎言。慕容泽这小子，嘴斗的功夫终于用对地方了。皇上，此言诛心，臣只愿做大周的纯臣。朕不要一个被猜忌逼走的玄王，朕要的是一个能替大周、替朕压住四海风浪的摄政王。你接不接？臣慕容玄领旨谢恩，愿为大周万死不辞。折腾了这么多年，何等讽刺，又何等幸事！庄贤暂理中书，庄巡入政事堂协办，各部官员各司其职，若有趁机生事者，杀无赦。臣等遵旨。怎么，舍不得这铁疙瘩？你觉得本王是舍不得这滔天的权权？权势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？麻烦的要命，还要天天被那帮老滚骨用话粗试探。我是怕你舍不得那些跟着你出生入死的兄弟。他们跟着本王是为了守住大周的疆土，不是为了让本王和心动互相猜忌。皇帝新朝活着的时候，他是一根刺不拔，早晚会酿成大祸。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属于战神慕容玄的仗打完了。唉，当皇帝真不是人干的。以前朕还能翻墙出去喝酒，现在连墙都没了。玄王殿下到，慕容世子到。三皇帝，三皇帝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臣有本奏。什么事？
三皇帝，这是三皇帝，你这是何意？新朝已立，军中旧部认的是大周的江山，不该再认本王一人。可是这30万大军，是你多年征战一手带出来的，所以臣更不能让他们成为本王的私军。你要交出兵权？不错，三皇帝，你应该知道，一旦交出兵符，你手里的30万大军就再也不属于你了。臣知道，那你还交？这兵符放在臣手里是私权，交回朝廷才是国之利刃。臣这些年卧兵，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坐上什么位置，更不是为了让慕容家永远掌着大周的军权。那你为了什么？为了守住这片江山。如今新帝已经登基，大周也有了新的主人，臣该交的自然要交。你倒是说得轻巧。若连臣自己都舍不得放手，又如何让天下人相信皇上的叫江山稳固？三皇帝，朕一直以为你最舍不得的就是这30万兵马。臣真正舍不得的，从来不是兵马，那是什么？是那些跟着臣出生入死的兄弟。所以臣希望他们以后效忠的是大周，是皇上。三皇帝，兵符今日，臣恳请皇上赐予慕容玉，让他入军中，从基层历练。父王，你可愿意？愿意。入军之后，没有玄王世子的身份，那孩儿便从普通军卒做起。没人会因为你是本王的儿子而让着你。孩儿明白。受得了苦吗？受得了。输了呢？重新站起来。以后这30万大军只听军命，绝不听司令。三皇帝，你当真？本王何时拿这种事开过玩笑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交出来的不只是兵符，臣知道，是你这些年拼命挣来的东西。臣从来没把它当成自己的。这一礼不是皇帝给臣子，是慕容泽。谢三皇帝。慕容羽，朕命你入军营，莫要坠了你父王战神的威名。臣绝不辱命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你们妹妹大婚，谁敢在外面给我掉链子，或者以后让夫家欺负了她，我亲手打断你们的腿。母亲放心，若妹夫敢让妹妹受半点委屈，儿子手里的30万大军可不是吃素的。正是，儿子管着户部，断他家的钱粮也不过是易如反掌。我们揍他！行了，大喜的日子别吓着孩子们，他们几个护短的性子，随了你，谁敢惹？娘，哭什么？玄王府的姑娘出嫁必须是风风光光的，娘给你备了10里红妆，压箱底的银票够你挥霍10辈子。你记住，你从玄王府走出去，嫁妆、体面、靠山一样都不缺。如果受了委屈不要忍，玄王府的姑娘不靠忍字过一辈子，懂吗？女儿记住了。去吧，有父王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你哭什么？谁哭了？风吹的。今日风倒是挺厉害，专往你眼睛里吹。你到底是来安慰我的，还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当然是来陪你的。最后一个也送走了，舍不得？当然舍不得。从他出生开始，我就一直想着什么时候他才能长大，什么时候才能不用我操心。现在他长大了，你反不习不惯了？谁让他长得这么快？你不是一直嫌孩子们麻烦吗？我只是没想到，真的到了他们一个个离开的时候，我会这么难受。不过这样也好。哪里好？至少该操心的都操心完了，该安排的也都安排好了。我们做父母的责任算是彻底完成了。小鱼，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是啊，京城这破地方，我早就待腻了。你舍得这里的一切？收拾东西，我们回家。好。老庄，我们要走了啊！以后没人在你嘴边气你，你可得多活几年。你少气我几年，我还能多活几年。他这么多年还是一点没变，这样挺好。你这丫头，到了这把年纪，嘴还是这么不饶人。小鱼，这些年你辛苦了，若没有你当年回来，庄家恐怕早就散了。为父这辈子最对不住的，就是你和你母亲。别给我来煽情这套！你现在儿女双全，门楣光耀，有什么好觉得对不住的？只要你别再拿那些破规矩烦我，我们就算两清了。好，两清了。不过，无论你们走到哪儿，
庄家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。阿群，往后庄家你来撑，莫要辜负你姐姐给你铺的路。父亲放心，儿子定当护佑庄家。如今我不怕了，你身边有人，身后也有家，往后别总一个人往前冲，累了就回头，庄家永远在。我知道了，啰嗦的老头子。父亲，姐姐、姐夫，一路保重。行了，别这么伤感，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。姐姐这一走，京城怕是又要少许多热闹了。少了我，你不是更好清静？我只是舍不得姐姐。我也舍不得你，不过你如今是相爷了，可不能整天只顾着伤感。姐姐放心，我会替你守好相府。回去了。照顾好自己。姐夫放心，也请你照顾好姐姐。自然。唉，这破地方10年没回，都快变成野猪窝了。我们今晚难道要睡在草里？不会，区区杂草而已。哎呀呀，堂堂大周战神，曾经权倾朝野的摄政王殿下，如今居然沦落到在这荒山野岭当樵夫，这要是让京城那帮老臣看见，眼珠子都得掉下来。兵符都交了，我现在算什么摄政王？我只是庄小鱼的相公，正准备给夫人收拾一张能睡觉的床铺。油嘴滑舌，一把年纪了也不害臊。买这铺子，这可是镇上最好的地段，没有3000两白银，你们想都别想。3000两？你这破木头房子值3000两？你当老娘是冤大头来抢劫的吧？5000两，契书拿来，立刻滚出这个铺子。哎呦，大爷祖宗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就滚，这就滚。5000两，你疯了吧？你钱多烧得慌啊！就算不当摄政王了，也不能这么败家啊！不过5000两而已。什么叫不过5000两？你知不知道5000两做多少事情？现在怎么连花钱都不知道心疼了？因为它值。这破铺子值5000两，铺子不值，那你还买？它里面的东西值。什么东西？你以前留下的东西。小玉，以前你弄丢的，只要能用银子买回来，便不算贵。属于你在这世上所有的旧痕迹，我都要替你一样不劣的找回来。你这个怎么？讨厌死了！反正钱都花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你5000两买个铺子，你真是买就买了，反正以后我也不会走了。那我就慢慢陪你，把以前的一切都找回来。慕容玄，我有一件事，瞒了你很久。其实，我根本不是庄贤的那个女儿，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。我来的那个地方，有不用马拉就能跑得飞快的汽车，到了晚上，灯火通明，亮得像白天一样。那里没有皇帝，也没有随时会掉脑袋的皇权争斗。我在那个世界，曾经蠢到被一个渣男骗得团团转，最后出了一场车祸，被撞死了。一睁眼就变成了相府里那个被丢在山里养野了的庄小鱼。刚来的时候，我谁也不认识，我用发脾气、打架、爱财来伪装自己。我看着像个疯子，敢跟皇帝叫板。可其实，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。我怕有一天，你们所有人都会发现我是一个抢了别人身体的怪物。我怕庄贤不要我，怕庄巡害怕我，更怕，所以我一直的我是一干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偏偏现在告诉我。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，可我还是怕你知道真相以后，会觉得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庄小鱼。你错了。什么？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你。可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那又如何？小鱼，看着我。我认识的从来都只有你，那个会护着家人不择手段的是你，会把朝堂掀翻的是你，会为了我挡刀的是你，陪我走到今天的还是你。我只怕我某天早上醒来，你突然不在了。
怕你说的那个奇怪的世界又毫无征兆的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我怕我这一生好不容易抓住的光忽然就熄灭了。慕容玄，你这人年轻的时候嘴硬的像石头，老了怎么这么会说话了？跟你学的。不管你从哪里来，既然落在了我怀里，就生生世世都是我的庄小鱼，谁也抢不走。